这栋非常有特色的建筑物叫做白水公寓，它是奥地利的艺术家白水先生在维也纳盖的一间公共住宅，是在1986年完工的。这一栋建筑物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植物呢？因为白水先生他的梦想呢，就是希望要盖一座住宅区，是可以跟植物一起共存的。这样五颜六色、非常特殊的设计，跟旁边的房子真的是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，因为实在是太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建筑物了。是白水公寓的模型，缩小版的模型。这栋公寓是真的有人住，它上面写了，就是内部是不能参观的，你们只能在外面看。我们只能从中庭往上看，蛮特别的，盖成这样的公寓，不知道它这样的租金或是房租会不会比较贵，因为有设计感。你看这些中庭的柱子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有些有拼贴瓷砖。沿上去有一家餐厅，旁边呢当然少不了商店哦，自然有一些餐厅跟卖艺术品、卖纪念品的地方。这里也有这个钱币，2.05哎，比较贵。如果是自由行。地上的那个步道铺的石头也不一样。现在要走去另外一个艺术村，另外一栋建筑物。这里面好凉啊，晒不到太阳，很凉的。这一间是维也纳艺术之家，也是同一个建筑师白水先生所建的。就离刚刚的白水公寓走路不到10分钟就到了，可以跟白水公寓一起看，两间一起看，因为其实还蛮近的。看一下它这边有什么。它里面呢是需要门票，不过我们来的时候还太早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等到开门进去了。有兴趣的人可以花钱进去参观他的作品。10点才开门。看看，长长的卖香料，闻到香料味。这也是有卖菜、卖水果的一些餐厅。像我们去土耳其家卖很多果干。OK， 我们发现这摊巧克力啊，有些巧克力的期限，像这个刚刚是写直到6月，现在已经7月了，这个已经过期了，他还拿来卖。像这个是到10月，所以就它的保存期限已经很短，所以在买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期限哦。便宜应该会有一些陷阱，有些是2025，像这个1欧的就是比较快要过期的，期限比较短。你看这个也是到9月而已，有时候自己要注意一下。刚逛了一下纳许市场，没有我们想吃的东西，我们来到它附近的一家中式餐厅。我们来吃中餐了，这个是肥牛米线，这个是酸辣米线，有肉，这个香菜，我是香菜控，一定要放很多。还有一个小菜萝卜，先喝汤。蛮香的，辣。这一碗酸辣牛肉米线，肉非常软嫩，就像火锅肉片一样，汤头也不错，满足喜欢吃辣的我们。喝一下我的汤。我试试看。好的。这不辣的吗？会辣。我们2个都是2条辣椒，可是它是酸酸的。我这个比较辣。哦，对。这里面有一点高丽菜，牛肉片非常嫩，蛮好吃的。我喜欢我这碗汤，酸酸微辣，很适合。好多天没有吃酸酸辣辣的东西。这个圣斯蒂芬大教堂，
还蛮高的。这座圣史蒂芬大教堂是奥地利最高的教堂。这座教堂是在1433年建好的，距离现在也是500多年了，快600年了。在教堂里面了，教堂真的很高。教堂内部是免费参观的。柱子上面有一些雕刻，还有一些人物的画像。有的雕像还会冒出头来看下面的人，还蛮特别的。是地下墓穴，你可以参加导览团，一个人是7欧，4小时可以一团。地下墓穴从这边下去。我是没有下去看。这一座圣史蒂芬教堂分了南塔、北塔。如果你要上去南塔，你要爬楼梯；北塔的话可以坐电梯。可是北塔的高度没有南塔高。今天我买票上去北塔，刚好我搭电梯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会有一个人控制电梯跟着我一起上楼，大概很快吧，不用30秒就会到楼上了。上面好少人啊，搭电梯很快就上来了。那北塔要看的就是这个图腾，还有尖塔，上面风超大的，女生如果穿裙子上来一定要小心。教堂另外一边的屋顶，你看到这边有很多彩色瓦片，老鹰图案，这是哈布斯王朝的家徽，是另外一面的景色。这边有告示牌，告诉你对应的建筑物是什么，还可以往上爬。要很努力贴着玻璃拍，你才可以拍得到这个大钟。刚刚我上去的地方就在这边，有看到有人在上面拍照。越靠近中午时间，越多观光客进来。如果你不想要里面人挤人的话，你可以早点过来。我们刚刚大概是9点多的时候，人比较少。看完圣史蒂芬大教堂，可以顺便走过来看这个安可钟。这个时钟有点不准，现在我在录影的时候已经11点整，可是它现在分针还是显示大概57、58分。11在这边。在这边，打钟了，打钟。虽然时间稍慢，可是整点还是会敲钟。你就看到那个 X 的代表10就走掉了，然后11就进来了，就代表现在进入11点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熊布朗宫的地铁站，这也是我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个景点了。傍晚我们就要搭飞机回去了。我们坐地铁4号地铁来到熊布朗宫。出了地铁站呢，大概要走550公尺才会到入口。出了捷运站，跟着人群走，过马路这边就是熊布朗宫了。这是我们第2次来，上一次来是10多年前了。如果买票就在那边哦。我们今天只是想要逛花园。我们第1次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大，那时候是3月来，比较没有那么热。
大门口走进来，楼梯这边就已经有点距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花园。这边有一个灵运隧道，我记得这里。来到维也纳就要来这个熊布朗宫，就像你到法国巴黎，你就要去凡尔赛宫。可是凡尔赛宫我印象中是比这个还大的，可是那也是10多年前去的。哦，他在思考方式，每个人经过就要看我一下，好害羞。这个有人允许。那个有夫妻。哦，他的手还有一个人头呢。哦。不要看我这么斯文，你看我的手有个人头。走到一半，这边有一个可以装水的地方。再来这边就是爬坡了，要继续往上走，很斜哦，要一路爬，一路爬，一路爬。有不热还？爬上来这边，虽然太阳很大，可是风也是很大。然后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咖啡店，我们10多年前来的时候还在里面喝咖啡呢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到这边了。你从下面慢慢爬，可能也要15分钟吧，10到15分钟，因为中间我们有休息一下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不想爬的话，也有这种小火车，15欧耶。上面是可以上去的，就是那个雕像的地方，可是要付钱。现在要走下去。这熊布朗宫真的蛮大的，只有像我们要参观花园的话，我觉得你大概要预留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，慢慢散步，慢慢拍照。可是如果你还要参观内部的话，我觉得你至少要预留半天以上的时间，才不会太赶。面积有2、4、6、8个位置。咖喱里面放了很多蔬菜，青椒、甜椒、绿花椰、节瓜、红萝卜、笋子。鸡肉还蛮多的，这个是黄咖喱鸡肉的饭，分量都还蛮大。我试试看啊，分量很大，试试看这个炒牛肉，会辣的。炸过的牛肉。早上金毛是当当的。咖喱呢？咖喱好吃，一直入眼。会很辣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。我给他了。带我来吃，然后里面是冰淇淋，应该是炸的。对。对啊，里面是冰淇淋，好复杂。今天我们来吃一家离市中心比较远的餐厅，几乎都是本地人。我觉得观光客不太会来这个地方。啊，点了一个气泡水。那天在那边。有没有？你也点了一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杯多少？3块半，3块半。上次在那边呢，7块多。7块9。一样的 size。差不多。它是在一个花园里面用餐。我们来吃猪肋排，我点大份的，吓死人了。这个猪肋排有20公分吧，一条20公分，它有2条。我的是。另外一个说是传统食物，对，就是这个是猪肉，炒猪肉。
烤很的。大份哦。这个是我们的饭哦。然后旁边给你这个酸菜解腻。硬硬的一团的面包，应该有加很多什么绿色的菜，要蒸酱如果没有干。嗯，好丰富哦。我们在雨伞下面有一点看不到颜色，其实我选的是蜂蜜的。这个炸猪肋排非常丰富，下面有炸马铃薯，旁边有一些沙拉配菜。然后它的酱呢，吃起来虽然说是蜂蜜，可是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泰式酸辣酱的口感。外皮是炸的脆脆的，里面需要沾酱才不会吃起来干干的，跟我们在布拉提斯拉瓦吃起来的猪肋排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这家餐厅超大间的，户外的座位区。今天太热了，他问我们要不要电风扇，小电风扇非常有趣。只有我们有。对，他就每一桌问你们需要电扇吗？只有我们要。这里也有很多炒的东西，炒的量还蛮多的。好多菜哦。是附现场炒，最爱吃的。这是炒原味的，这下好多汁。这个是韩式雪花冰，这个是要老板娘帮你操作做出来的，这是第2碗，刚刚已经吃了1碗了。芒果味很重。上面是牛奶，下面是芒果。